中国每12分钟就有一位老人因为摔倒永远离开，80%的摔倒不是因为地滑，不是因为眼神不好，而是因为腿没有力气。你有多久没有一口气爬上3楼了？你有多久蹲下去之后要扶着东西才能站起来？如果你有这些情况，你正在失去一样比钱更宝贵的东西，叫做行动自由。我是李浩然医生，从医38年。今天我要告诉你很多医生不愿意说的真相。老人腿软不是因为缺钙，而是因为你的腿饿了。有一种厨房里最普通的黑色食物，只要搭配对了，3个月就能让你重新走得稳。它不是钙片，不是蛋白粉，不是几千块的燕窝虫草，而是便宜到你不敢相信的黑豆，一斤才10块钱，比保健品便宜100倍。我见过的200多个老人里，坚持吃3个月的，80%都重新站起来了。接下来我会告诉你黑豆的4个黄金搭配，让你花最少的钱，守住晚年最后的尊严。如果你家里有长辈腿脚不太好，先转发给他们。很多时候，一个简单的分享可能改变一个家庭。好，我们现在开始。在讲黑豆之前，我得先告诉你，为什么人一过60岁，腿就开始不听使唤。去年秋天，有个69岁的李阿姨被儿子推着轮椅来找我。我翻开她的病历，没有骨折，没有中风，也没做过大手术。我问她，李阿姨，您腿疼吗？她摇摇头。我又问，那为什么不走呢？她低着头说，李医生，我不是不想走，是真的走不动了。说完，眼泪就下来了。她跟我说，以前每天去菜市场跟老姐妹们一起跳广场舞，买菜回来还能爬5楼，现在连上个厕所都要人扶。她说我觉得自己是个废物，是家里的负担。那一刻，我想起我妈，她今年75岁。去年有一天，她跟我说，浩然啊，我不想麻烦你，但我真的怕有一天走不动了。我听完心里特别难受。为什么明明没生病，身体各项指标也还行，但就是腿没力气？答案很简单，但也很残酷。咱们的肌肉就像银行存款，年轻的时候拼命存，每天走路、爬楼、干活就是在存肌肉，但到了50岁以后，身体开始自动扣款，每年扣3%到5%，50年下来就是30%到50%。医学上有个名字叫肌少症。根据中国老年医学会的数据，65岁以上的老人每3个人里就有1个有肌少症，全国加起来超过4000万人，相当于整个黑龙江省的人口。更可怕的是，很多人觉得这是正常的，老了腿软是应该的，甚至有医生说年纪大了，接受现实吧。但我今天要告诉你，这是错的。肌肉流失不是命中注定，就像银行余额不够可以重新存钱，60岁可以，70岁可以，80岁也来得及。关键在于你得知道怎么存。那到底要怎么存呢？这就要说到我爷爷了。他是老中医，在我们村里给人看了一辈子病。有一年冬天，村里来了个外地人，60多岁，走路都发抖。我爷爷看了看他的舌头和脉，没开药，就让他每天煮1碗黑豆吃。那人不信，说这么简单能有用吗？我爷爷笑着说，你试试看。2个月后，那人又来了，这次是自己走来的，而且背着1袋子黑豆，说要送给我爷爷。那天我爷爷跟我说，你记住，中医讲5色入5脏，黑色入肾，肾主骨生水，肾气足了，骨头才硬，肌肉才有力。老人腿软不是腿的问题，是肾气不够了，就像树根干了，树枝自然就枯。后来我去医学院学习，发现现代营养学也证明了这一点。黑豆的蛋白质含量接近40%，比鸡蛋高，比牛肉也高。蛋白质就是肌肉的建筑材料。更重要的是，黑豆里有一种特殊成分叫大豆异黄酮，能促进肌肉合成，还有花青素能抗氧化，保护血管和关节。我行医这些年，专门观察过200多个坚持吃黑豆的老人，其中一位78岁的张伯伯，3个月前下楼要扶墙，现在每天走5000步，还能抱起10公斤重的孙子。如果我现在走到街上，问100个老人想要腿脚有力该吃什么，我敢打赌80个人会说喝牛奶补钙，15个人会说吃肉补蛋白，剩下5个可能说吃保健品，但能想到黑豆的可能1个都没有。为什么选黑豆？钙片虽然能补钙，但吸收率只有30%，而且吃多了容易便秘。蛋白粉虽然蛋白质高，但价格贵，很多老人肠胃接受不了。肉类虽然营养好，但老年人消化系统弱，吃多了反而伤身。黑豆呢，便宜，1斤10块钱，温和，老人肠胃容易接受，蛋白质高，吸收率也高。关键是咱们中国人吃了几千年，没有任何副作用。
如果你觉得这个信息有用，可以先点个赞，一会儿再转发给家人。但是光知道黑豆好还不够，黑豆如果吃错了方法，不但没用，还可能伤身。这些年我见过太多人听说黑豆好就赶紧去买，结果吃错了方法，出了问题。去年有个阿姨来找我说吃黑豆2个月了，腿没力气，还天天拉肚子。我问她怎么吃的，她说听说生吃营养更好，每天早上抓一把泡泡水就吃了。我一听就问题在哪儿了，黑豆生吃有胰蛋白酶抑制剂，不煮熟会刺激肠胃，阻碍消化。记住，黑豆一定要煮40分钟以上，煮到筷子能轻松戳烂才算熟，宁可煮过头，别吃半生的。还有人一听说黑豆好，一天吃3大碗，结果肚子胀得难受，甚至便秘。为什么？黑豆膳食纤维含量高，吃多了反而堵住肠道。正确的量是多少？每天30克就够了，就是你手抓一小把。如果是第一次吃，建议从20克开始，适应1周再慢慢加量。很多人嫌麻烦，黑豆买回来直接下锅煮，结果煮了1个小时还是硬的，浪费火还流失营养。正确做法是睡前泡水6到8小时，水要没过豆子2到3厘米，第二天早上煮30-40分钟就熟了。还有一点特别重要，如果你正在吃抗凝血药，比如华法宁，黑豆里的维生素 K 可能影响药效，甲状腺激素药，黑豆可能影响吸收，要间隔4小时以上。降压药或降糖药，黑豆本身也有辅助作用，可能让血压、血糖降得太低。记住一句话，有疑问一定要问你的医生，别自己当医生。很多人还关心这样吃会不会很贵，我算给你听，黑豆500克10块钱左右，1个月30-40块钱，比一盒进口保健品便宜多了，而且是真正有科学依据的营养。避坑指南讲完了，现在才是真正的精华。第一个黄金配方是我38年临床经验里见效最快的一个。去年秋天，75岁的张伯伯被儿子带来，手里提着一大袋保健品，花了5000多块。儿子说吃了3个月还是没力气。我看了看那些保健品，有钙片，有蛋白粉，有各种维生素。我问张伯伯，您平时喝牛奶吗？吃豆类吗？他摇头说，有这些保健品呢，还需要吗？我在纸上写了2样东西，黑豆、牛奶。儿子愣住了，就这么简单？我说，对，但要吃对方法。为什么要黑豆配牛奶？我给你打个比方，鸡肉就像盖房子，黑豆的植物蛋白是木材，轻便但不够结实，牛奶的动物蛋白和钙是钢筋水泥，坚固但单独用也不够，两者结合才能盖出既坚固又灵活的房子。科学研究发现，植物蛋白配动物蛋白，吸收率能提高30%到50%。怎么做？30克黑豆提前泡1夜，第二天煮40分钟，煮到软烂可以直接吃，也可以打成泥，然后倒入1杯温牛奶，200毫升左右，搅拌均匀就行了。喝起来香浓顺滑，有豆香也有奶香，自然带甜味，不用加糖。什么时候吃最好？早上或者运动后，早上吃能开启一天的能量代谢，运动后吃能帮助肌肉修复。3个月后，张伯伯一个人走进诊所，精神抖擞。他笑着说，我现在每天能走5000步，上周还抱起了10公斤重的孙子。儿子在旁边说，我爸现在每天早上喝1杯已经成习惯了。如果你愿意试7天，可以在评论区打个收，到7天后告诉我你的感受。第二个配方更有意思，有个研究特别神奇，研究人员把老人分成2组，一组只吃黑豆，另一组吃黑豆加几滴柠檬汁。1-2周后，第一组肌肉量增加 8%， 第二组增加 15%， 只是多加几滴柠檬，效果就翻了快1倍。去年春天，78岁的王伯伯以前每天散步，后来腿越来越软，下楼梯要扶墙，走几步就喘。我给他开了一个简单的方子，每天1杯黑豆柠檬水。他女儿半信半疑，但还是照做了。第1周没什么感觉，我说正常，要坚持。第4周，他说走路没那么累呢。第8周，他自己走进诊所，不用轮椅呢。又过了1-2周，他跟孙子踢了好几脚球。说完这话，王伯伯眼圈都红了。他说，我以为这辈子再也不能陪孙子玩了，为什么柠檬这么神奇？黑豆提供蛋白质，但如果身体吸收不了，就像有砖头却没人搬。柠檬里的维生素 C 就是那个搬运工，帮助蛋白质吸收，还能促进胶原蛋白生成，让肌肉更有弹性，关节更灵活。怎么做？准备30克黑豆，半个新鲜柠檬，800毫升清水。黑豆泡6小时后煮熟，把汤留下来，稍微放凉，挤几滴柠檬汁，搅拌均匀就行了。喝起来酸酸甜甜，很清爽，没有豆腥味。中午或下午活动前喝最好，因为这时候新陈代谢旺盛，吸收效率最高。
多久见效？头2周可能感觉不明显，这是正常的，身体需要适应。3、4周后会觉得走路轻松了，2、3个月后力气明显回来了。所以别吃1周就放弃，给自己3个月时间。有人问我，黑豆加牛奶和黑豆加柠檬该选哪个？如果你肠胃好，想快速补蛋白质和钙，选牛奶；如果你喝牛奶会拉肚子或者关节不好，容易上火，选柠檬。但如果你手脚冰冷，气色差，容易贫血，那你要听听第3个配方。还记得开头那个坐轮椅的李阿姨吗？那天我握着她的手说，李阿姨，您愿意给自己3个月时间吗？她抬起头，眼里有怀疑，也有期待。她问，我真的还有救吗？我说，有，就用2样东西，黑豆和红枣。她问为什么是红枣？我说，因为您的问题不只是肌肉少，还有气血不足。很多老人腿没力，不光是肌肉的问题，还因为血液循环不好，氧气和营养送不到肌肉里。黑豆负责修复肌肉，红枣负责补血，促进循环。就像黑豆盖房子，红枣铺路，让营养能顺利送到。怎么做？30克黑豆，5到6颗红枣去核，800毫升清水，黑豆泡6小时，跟红枣一起放锅里，小火慢煮40分钟。煮好后汤色微红带黑，喝起来温润养胃，有红枣的甜味，牙口不好的可以把黑豆和红枣打成糊，更容易消化。什么时候喝最好？晚上饭后1小碗。因为黑豆补肾，红枣养血，晚上吃能帮助身体在睡眠中修复，特别是有些老人夜里腿抽筋，睡不安稳，睡前喝1小碗能放松肌肉，睡得更香。李阿姨选了这个配方，因为她气血虚，手脚总是冰凉，每天晚上儿子帮她煮1小碗，第1个月她能扶着桌子站起来了，第2个月她能自己走到厕所了，第3个月有一天早上，她儿子打电话给我，声音都在发抖，说，你不会相信，我妈今天自己走去菜市场，还提了1袋菜回来。她回家笑得像个孩子。我挂掉电话，眼眶也湿了。现在我们有3个配方了，你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选，或者轮换着吃。比如周1、3、5喝黑豆牛奶，周2、4、6喝黑豆红枣，周日喝黑豆柠檬。这样既不单调，营养也更全面。前面3个是基础版，第4个是进阶版，效果更强，但做法稍微复杂一点。如果你已经试过前3个，想要更好的效果，这个千万别错过。这个配方在中医里有个名字叫3黑宝，因为用了3种黑色食物，黑豆、黑芝麻、核桃。中医讲黑色入肾，肾主骨生髓，所以这3样结合，不但补肌肉，还能强骨骼、健大脑。黑豆提供高蛋白，修复肌肉纤维；黑芝麻富含钙铁和维生素 E， 增强骨密度，改善手脚冰冷。核桃含有 Omega-3 脂肪酸，抗炎，促进神经和肌肉协调。3样一起，就像给老化的机器换上新引擎，走路更稳，反应更灵敏。怎么做？30克黑豆，15克黑芝麻，2、3颗核桃。黑豆泡水后煮熟，黑芝麻小火炒香，核桃掰碎，3样一起打成粉。每天早晚各1次，取2、3勺，用温水或温牛奶冲泡，喝起来香浓醇厚，有坚果的香味，不用加糖，已经很好喝。打好的粉可以放冰箱，一次做1周的量，省时方便。但是有些朋友需要注意，如果你有肾结石、严重腹泻或者对坚果过敏，就不适合吃这个。还有，如果你正在吃抗凝血药，比如华法宁或者甲状腺药物，要先问过你的医生，确认可以吃再吃，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。4个黄金配方全部讲完了，但在你开始尝试之前，我还要说几件事。很多人问我多久能见效，我不骗你说3天就有效，那是假的。根据我38年的经验，头2周可能感觉不明显，这是正常的。细胞在启动修复，3、4周后会觉得走路没那么累，上楼没那么困难，2个月后能走更远的路，蹲下起来更轻松。3个月后可以测量到肌肉量增加，握力提升，所以别吃1周就放弃，给自己3个月时间。如果你吃了2周没感觉，先别着急，检查一下这几点是不是煮熟了，是不是量太少，是不是搭配对了，是不是坚持每天吃。很多人是吃2天停3天，这样肯定没用。如果吃了胀气，可能是没煮熟，或者一次吃太多。从20克开始试试，慢慢加量，让肠胃适应。黑豆是食物，不是药，长期吃没问题。我认识一个老人，吃了5年，现在82岁还能爬山。最好配合运动，每天散步20到30分钟，营养加运动，效果更好。但如果实在走不动，先从吃开始，等有力气了，再慢慢加运动。
如果家人不支持，觉得这太简单，不相信有用，你可以说试试看也不亏，一个月才30-40块钱，比保健品便宜多了。万一有用呢？等你走得稳了，他们自然就信了。说到这，所有该讲的都讲完了。在结束之前，我想跟你分享最后一个故事。今年春节，有位82岁的老人拄着拐杖来找我。他说，去年我摔断了髋骨，医生说我这辈子可能要坐轮椅了。但我听说你有办法，我还有希望吗？看着他期待又忐忑的眼神，我说，如果您愿意相信，愿意坚持，希望永远都在。那天金钱大宁的他，我给他定了方案，黑豆加牛奶加红枣，还教他做些简单的腿部运动。他说反正也没有其他办法了，试试看吧。5个月后，我在公园散步，突然有人拍我肩膀，我回头一看，是那位老人，没有拐杖，一个人走得很稳。他笑得眼泪都出来了。他说，你看我82岁还能重新站起来，上个月还跟老伴去爬了小山。那一刻，我觉得当医生38年，所有的辛苦都值得了。各位，如果82岁的老人能做到，你也一定可以。我们的身体比我们想象的更有韧性，只要给它正确的营养，给它足够的时间，它就会回报你。年龄只是一个数字，真正限制我们的往往不是身体，而是我们自己的信念。这些年我见过太多老人，因为腿脚不好失去了生活的乐趣，不敢出门，不敢见朋友，每天待在家里发呆，觉得自己是累赘。但我想告诉你，行动的自由就是晚年的尊严。一个月30-40块钱换来的是不需要孩子搀扶的独立，是能够自己出门的自由，是抱孙子时的幸福。值不值得？你心里已经有答案了。我们今天讲了4个黄金配方，黑豆加牛奶补蛋白质和钙，适合肠胃好的朋友；黑豆加柠檬帮助吸收，适合关节不好或喝牛奶不舒服的；黑豆加红枣补气血，适合手脚冰冷、气色差的。3. 黑宝强肌肉、强骨骼、健大脑，适合想要进阶效果的。记住一句话，腿脚有力才能走得更远。养生不是靠运气，而是靠智慧。黑豆这个看似普通的食物，却能守护我们晚年的尊严和自由。现在我想发起一个挑战，黑豆30天挑战。今天就在评论区打一个我参加，然后测试。30秒内你能站起坐下几次，记录下来。接下来30天选一个配方，每天坚持吃。30天后再测一次，看看进步了多少。把你的结果发到评论区，带上黑豆30天挑战这几个字，我会选3位进步最大的朋友，在下期节目里分享你们的故事，还会送一份特别的养生礼物。你敢挑战吗？如果今天的内容对你有帮助，请帮我点个赞，让更多需要的人看到。如果想要更多养生秘诀，记得关注，点击小铃铛，不错过每一期。下周我会揭秘90%老人都在犯的3个致命错误，让保健品吃了等于白吃，甚至可能伤身。你肯定想不到是什么。我是李浩然，我们下期再见。祝各位身体健康，腿脚灵活，越活越年轻。记住，年龄只是数字，行动才是自由，腿脚有力才能走得更远。拜拜。